各位朋友，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扎堆儿去中国的外宾有点多呀？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去了北京，阿联酋阿布扎比的王储哈利德去了北京，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了北京，越南的苏林、莫桑比克的总统前后脚道，同一时间段扎堆儿往北京跑，这个事儿不常见。朋友们，西班牙刚刚跟美国闹翻了啊！美国打伊朗，西班牙说你不能用我的这个基地啊，你也不可能在我的这个国土上飞过去打伊朗，我不允许你飞越，也不允许你用啊。然后呢，这个川普威胁要跟西班牙断绝一切贸易关系，西班牙的首相跑到了中国。过去几十年呢，全球出了事儿，大家第一反应往美国跑，找安全承诺，找经济援助，找军事保护。现在呢，风向变了，朋友们，那为什么突然扎堆儿都去北京了呀？不是说美国不行了，而是美国顾不上了。中东打成了一锅粥，美国自己陷进去了。欧洲那边俄乌还没完事儿，川普上台以后政策摇摆，让盟友们心里没底儿。亚太方向还要对付另一个大国，三线作战，谁也扛不住。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局面，那些死心塌地的曾经跟着美国的小兄弟开始慌了，他们发现靠山也有靠不住的时候，不是说美国要垮，而是美国的现在逻辑变了，美国优先不是口号，是真干，盟友的利益排到后边吧。在这种情况下呢，谁还能提供另一种选择呢？说中国不是要取代美国啊，而是呢要当他们的备胎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所谓的这些国家外交渠道突然繁忙起来，不是因为人家多爱你，而是因为人家需要你。那去的都是什么人呢？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紧急对表型，这些国家呢正处在冲突的风口上，或者是跟冲突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去不是谈长期合作，而是要搞清楚一件事，万一局势失控，你会不会出手啊？出到什么程度啊？这种对话呢不会公开去的人的级别高，行程短，谈完就走，谈的不是友谊，是那个底线和红线。第二类呢叫重新站队型，这类国家呢以前跟美国走得很近，那现在发现呢跟美国走有危险，不是要翻脸而是要分散风险。他们去谈的是经济合作、能源安全、技术引进，明面上做生意，暗地里是给自己做保险，比如说西班牙首相之类的。这类国家呢最微妙，他们不会公开批评美国，但行动上已经在去单一依赖了，姿势是两边讨好，但是重心呢慢慢的偏移，包括卡塔尔。第三类是投石问路型，这类国家呢以前跟中国关系一般，甚至有点隔阂，但是现在形势变了，他们想试探一下能不能走近一点能走近到什么程度他们的心态很矛盾，既想获得支持，又怕得罪美国，姿态上会很摇摆，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这三种国家最近扎堆出现，不是巧合。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呢？说到底怕的是两样东西。第一，安全靠山塌了。以前呢，中东王爷们觉得只要交保护费，美国的航母就在那里。现在呢，打一个伊朗都费劲儿，航母还被胡塞武装追着跑。不是说美军变弱了，而是美军能同时顾得上的地方变少了。你顾不过来，我就得自己想办法，自己没本事就得找别人。第二呢，经济命脉悬了，全球的供应链在断裂，能源通道受威胁，粮食价格在飙涨，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生存问题。以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大家觉得这些东西是稳定的，现在秩序在摇晃，每一环都可能断掉。所以中东的王爷们，卡塔尔的王储跑到中国去聊，为什么呀？因为如果停火的话，伊朗有可能就
掐着卡塔尔要把他弄死。卡塔尔去抱中国的大腿去了，卡塔尔带去了上千亿美元的生意，要求买中国上百亿的防空系统和武器，还不能要求中国在卡塔尔驻军。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就应该站起来当个大国了，要武器卖，想驻军没问题，派兵去驻，中国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了。对于这些弱国来讲，当不确定成为常态，备胎就成了刚需，所以他们去了不是去表忠心，而是去找备胎。那么中国现在这个角色该怎么办呢？这就不能回避一个核心问题，你愿不愿意当这个备胎啊？当备胎不是坏事，备胎意味着别人需要你，意味着你有选择权，但是备胎也有代价，而你一旦开始提供某种替代方案，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内政、不结盟、不当头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和平时期没问题，甚至是一种智慧。但是现在的世界可不是和平时期了，代理人战争、经济制裁、能源封锁、金融武器化，这些都是新常态。在这样的世界里，什么都不管可能会变成什么都管不了。不是说让中国去打仗，而是说要有能力让别人不敢轻易动你的利益，这个能力光靠经济那是远远不够的。最近呢，有很多中国国内的粉丝给我发来了爆料，浩哥，这个事儿你得说说呀。美国不说封锁了伊朗的海湾吗？而中国挂中国旗的中国的货船，美军就没敢拦中国的很多的自媒体都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在那儿慷慨激昂，催人尿下，中国伟大，中国太行了。可是呢，我在美国的媒体上看到的是中国的8艘游轮出了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军的军舰拦截，没有一艘放过的，全都又赶回海峡去了。这才是这个事件的真相啊！刚刚我看有粉丝给我爆料说，浩哥，中国已经派出了船去护航去了。我一看，去的是亚丁湾，没提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那要不要在亚丁湾附近，然后呢护送着中国的商船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呢？我不敢说。美国现在封锁伊朗海湾，就是为封锁中国以后的海上通道在做演习。我这么说，你们同意吗？而且美国现在变本加厉，一看拦了中国8艘游轮，中国没放个屁。于是乎，美国的议员在国会提出来了，要对公海上的所有美国怀疑跟伊朗有贸易关系的船只登船检查，包括中国的船。我们回头看看历史啊，很多人不知道，美国在成为世界警察之前，也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孤立主义者。门罗主义时代，美国的口号是美洲是美洲，美洲人的美洲，意思是欧洲的事别找我，我们不掺和。后来为什么变了？因为形势逼的。2次世界大战，美国想躲都躲不掉。战后发现，如果不去主导秩序，秩序就会被别人主导，而别人主导的秩序可能对你不利。于是美国从不掺和变成了必须掺和，这个过程不是主动的，而是被推着走的。现在中国也站在了类似的关口上，不想当警察，但发现没有警察的世界更危险，不想掺和，但发现你不掺和，别人就会掺和进来搞你。
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时代变了。那么中国怎么掺和才最聪明呢？不是让你学美国到处驻军到处打仗，那条路成本太高，而且证明有副作用。更聪明的做法是选择性的介入，低成本的撬动。什么叫做选择性的介入呢？就是不求面面俱到，只抓关键的节点，比如说能源通道的安全，关键区域的力量平衡，金融支付体系的备份。什么叫低成本的撬动啊？就是用技术、基建、情报、训练等方式帮助合作伙伴自己站起来，而不是替他们打仗。比如说帮一个国家建立自己的无人机生产线，比派兵去保护它更划算；帮一个国家建立独立的支付结算系统，比跟美国的金融体系正面硬杠更聪明。这种掺和不是霸权，是赋能。而赋能的结果呢，是你不需要事必躬亲，就能在全球的关键节点上拥有影响力。那么中国现在最大的站起来当个大国的障碍是什么呢？不是外部的阻力，而是内部的犹豫。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路径让很多人习惯了埋头发展不惹事的思维，这种思维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是对的，但是现在中国已经不是顺风顺水的时候了。你知不知道最新的经济数据？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中国3月份的出口的增加额只达到了8%，而在2月份的时候还是30-40%呢。为什么呀？因为中东的战事，中国出口的产品过不去，中国买的东西进不来，而欧洲的一些国家急需的东西卡在了海峡那儿，中国的经济形势马上就严峻起来了。现在犹豫的代价是什么呀？你等到危机烧到你的家门口的时候再出手，那时候成本更高，选项更少。如果美国尝到了甜头，把马六甲海峡给封了呢？被动应对永远不如主动布局。不是说去挑战谁，而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你不保护，没人替你保护。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权力转移，旧秩序在瓦解，新秩序还没成型。在这个空窗期里边，谁先完成思维转换，谁就能占据主动。被动防守的时代该结束了。不是要当世界警察，而是要当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别人来找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因为你有用。有用才是硬道理啊！各位，你们同意吗？该站起来当个大国，有个大国的样子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